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。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40多岁的女人欲望有多强？那大概就是44岁的秦岚拒绝了豪门弟弟韦大勋求婚，转身又和内娱两大书圈天才谈情说爱吧。不好意思，大勋子，姐姐的爱你怕是独享不了。虽然显眼包弟弟最近很红很下饭，但我们兰姐一直都吃得很好啊。细数秦岚这些年聊过的小鲜肉，刘一豪、王子异、王鹤棣、范丞丞，救命！姐姐的男友怎么越谈越小，越换越鲜嫩了？咱就是说，秦岚严选，你永远值得信赖。前段时间被大胆提问，与黄晓明同居6年被甩，现在前任离婚是否暗爽？没想到吴丽兰姐更加语出惊人，是我不想结婚，姐甩的他好吗？天哪，秦岚，你到底还要再拒绝多少男人？不过就冲姐这脸蛋，这身材，真的坐实了她内娱妲己身份。试问哪个弟弟不想被扑倒啊？饱满弹嫩的36D 大 X， 性感妖娆的魔鬼身段，每一寸肌肤都叫嚣着人间尤物，不止斩男，连女生都很馋她的身子。一起同台的女主持人上来就直接表白，这么多女演员最爱看秦岚，44岁依旧优雅迷人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生赢家，也会被媒体爆出不堪回首的黑历史。原来10年前，姐姐也是个名副其实的吸渣体质。那第一段人人得知的爱情，就是她和闹太套黄晓明的爱情。那时他们都出演了琼瑶新筹划的电视剧《还珠格格3》，因为之前演员的大火，这一部剧也不得不换一波新的演员。从小燕子再到知画，全都进行了一次大换血，而秦岚也在这一次选角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了新的知画人选。上一部的知画是知性美丽的王艳出演，要超越前者似乎并不简单。可是他们还是遇到了秦岚，看到她那双满是感情的双眼，当即认定知画非她不可。也是在这部剧里，黄晓明也在其中饰演了一个角色。可是二人其实对手戏并不多，那时也并不熟。但是娱乐圈虽然很大，可是当红的演员却是定数。年轻的新生代爆红之后，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资源整合和互换。简而言之，就是这群熟面孔兜兜转转，最后早晚可以合作在一起。那时演员们百花齐放，剧也进入了大批量制作的状态。因此秦岚和黄晓明第二次相遇的时间并没有等待太远，他们在2003年一起接下了一部叫《龙跳》的电视剧，并且在这部剧里出演男女主角，至此才算是正式相识。一戏生情不是多么令人难以理解，更何况刚毕业的黄晓明和秦岚男俊女靓，加之他们还是年龄相仿，渐渐生出情愫，似乎也算是正常。电视剧解释之后，他们也就这样顺其自然地走到了一起。秦岚和黄晓明那时都是憋不住事的人，恋爱没多久就开始在镜头前比较隐蔽地提起对方，一时甜蜜非常。但是正是他们甜蜜恋爱的时期，黄晓明却拍戏出了意外。他在赶去拍戏的路上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他比胡歌幸运，没有严重到让他毁容，可是还是伤势过重，险些面临生命危险。秦岚二话没说，听闻此事后便加急去到了黄晓明的身边，并且一直照顾他，说什么都不肯离开。那时他们就像是一对苦命的鸳鸯，就算老天祝福他们的感情，秦岚也在奋力的反抗。他对他潜心照料，直到他彻底康复，才增多了自己的工作。这种默默的陪伴让黄晓明很感动。他身为一个传统的山东男人，其实内心也很传统，希望自己的妻子是一个贤妻良母，家庭也可以稳定。秦岚的确是这样安稳的女孩，经过这一次意外的事件，他甚至更认准了秦岚，认为会和她这样度过永远。而秦岚当时的公司其实并不让秦岚谈恋爱，如果要谈恋爱就要支付1000万的违约金。秦岚没有犹豫，几乎拿出了自己全部的工酬，也要和黄晓明恋爱自由。黄晓明康复之后，在来年的金鹰奖上与秦岚手牵手表演了一个节目，二人甜蜜对唱，幸福的氛围一时间羡煞众人，让人不禁感叹好一对神仙眷侣。可是为爱付出了时间和金钱，最终的结果却还是不尽如人意。1000万和在病床前的守候，不能代表他们的爱不会出现裂缝。时间久了，就算爱得再深，难免还是要出现裂痕。有人猜测是黄晓明对秦岚提出了想要安定下来的想法，而秦岚还在事业的上升期，拒绝了黄晓明的请求。秦岚注定不是可以为了爱就全然不顾自己未来的人，
他们好聚好散，终究没有携手终了。2006年，二人正式在媒体前宣布了分手。一场维持了3年的恋爱，还是没能抵住现实的生活。这之后，秦岚的第二段感情依旧让大家很熟悉，那就是和第6代电影人陆川的爱情。陆川近几年的名声持续走低，可是有那么2部作品始终是他的托底的代表作，那就是《寻枪》和《可可西里》。有人说，《寻枪》是姜文借陆川挂名，自己表演着还掺和着导演，最终成就了这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。因为后来陆川的电影出一部便被骂一部，被说再也没了什么灵气。陆川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不堪，起码在他被众人质疑的时候，秦岚真的把他视作偶像，并且默默的支持陪伴其左右。秦岚真的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，给予了与她相爱的男人们很大的安全感。那时陆川正在筹拍南京，因为是战争片，并且还因为陆川的名气，这部电影备受瞩目。他与片中饰演主角的秦岚相识并相恋，在这部电影资金短缺的时候，是秦岚亲自拿出了一笔钱投资了陆川的才华。陆川不一定会成功，可是因为秦岚的信任，陆川还是完成了这部电影，顶住了多方的压力。他们后来在一起了4年，并且很长一段时间，提起秦岚就要提起陆川，还要问他你们是不是要好事将近。陆川在公开场合，他更是表示女友的牺牲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在宣传电影的过程中，陆川更是表示，只要票房到了3亿，他就娶女友为妻。虽然票房惨淡，但他们的感情依旧很好。结果就是这么一段快要谈婚论嫁的关系，谁也没想到他们还是以分散告终。分手的原因，人们众说纷纭，有人说是陆川有了新欢，还有人说是他们的渐行渐远。都说女人一旦放弃自我管理，男人就开始走花路，即使秦岚也不例外。就算她全心全意付出，结果也只换来男友的嫌弃和背叛。先是出轨同居女主，紧接着又被曝潜规则，接二连三的重磅炸弹，也让秦岚意识到渣男不配，老娘要开始搞事业了。直到魏大勋的出现，说起秦岚和魏大勋的曝光，还是不得不提到厉害的中国网友。中国网友强大到，不论是各国的恋情，最后都可以精准的捕获，并且挂在网上，经过鉴别，确定是2位知名人物。他们在日本偶遇小松菜奈和菅田将晖，在泰国偶遇张新成和李兰迪，总之各国偶遇又不经意拍下，连着秦岚和魏大勋。即使一开始也是网友们先说遇到了秦岚，又说他身边跟了一个年轻的男子，二人看起来没什么违和感，但就是忘记了男子的姓名，让网友们一起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。只是网友调查出来没几天，狗仔也紧随其后，他们直接曝光了秦岚和年轻男子的正面散步照片，并且直言是秦岚的爱情。人们定睛一瞧，直接发出一句又是你啊，魏大勋。从杨幂的绯闻男友，再到秦岚的年下小狼狗，观众纳了闷，这个男演员究竟是有什么能力？女友个顶个的大美女，哪怕和杨幂一直是绯闻，也只是被无意间一起散步被拍到，他们并没有承认，大家还是默认魏大勋讨姐姐欢心是有些本事。姐姐捕捉器，魏大勋其实争议更大，甚至盖过了秦岚和他的年龄差。甚至有人要魏大勋现在就出书，教大家怎么找到美丽姐姐。杨幂优秀，秦岚更是前辈级别的优异，大家会咬牙切齿，是因为对他们发自内心的喜爱。魏大勋看起来的确是有些过人的能力，但归根到底，大家分析是魏大勋给这些姐姐的情绪价值或许更高。一个没有你事业强的男人，或许不是没有事业心，但如果他给你的陪伴快乐大于压力，又怎么会对这种男人不心动？魏大勋看似没有什么事业上的过人才能，但是如果真的说起他的作品，其实也不少。而他和秦岚缘起，不出意外，就是因为那部他们一起合作的电视剧《关于唐医生的一切》被拍到之后，双方都没有发布什么及时的公告。冷处理是现在很多被拍到的明星的惯用手段，但是因为是秦岚，大家也没有太苛刻。从红过再到翻红，秦岚的生活已经不需要当初的一再拼命。人们明白她的实力，也尊重她对爱情处理的态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